在穆晴的眼里，侄儿很厉害了，才20几岁，就凭着出色的医术开了一家私人医院。医院经营得很好，君飞的医术也是有口皆碑的。他在天赋方面是不如龙庭，好歹从小受母亲的熏陶，比很多人都强了。你不要老拿君飞和龙庭比，龙庭是跟在神医身边长大的，他学医的时间比君飞更早更长。反正我觉得咱们家的孩子都很优秀，外面多少人都羡慕咱们家的孩子，培养的那么好。像咱们这般年纪的老总们，有谁能退休的了？虽然他们也都在培养儿女接班，但还不能放手，因为他们的儿女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撑起一个家族企业。咱们家的孩子只要成年出社会了的，都能独当一面，有那个能力接管家族事业。程玲玲笑道，我就嫌弃了君飞2句，你说我一大堆，谁叫你这个亲妈老是嫌弃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想当初神医不逼着你嫁人生个孩子，你都不会要君飞。程玲玲讪讪的，我本来就不想结婚，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潇潇洒洒的，我师父非要我嫁人生娃过正常人的日子，说他一生不婚不育，不能让我也像他那样，说他能捡到我这个徒弟兼女儿，我未必有他那么幸运能捡到接班人，以后给我养老送终，天天催婚。也说了，我不想嫁人的话，就去找个男人生个娃也行。我师父还说，如果我自己去找，他就让英哥他们给我挑一个。我和他们从小就认识，一起长大的，熟的不能再熟了，让我和他们其中一个人在一起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嘴，他对那些兄弟只有手足情，没有男女之情。被师父催得没有办法了，他才瞄上了军琴，觉得君家的基因好，家风也好，然后他就睡了军琴，本想借个孩子的，被军琴找到了他非要对他负责。师父等人对军琴也很满意，他着实是喜欢君家的家风，就嫁了。夫妻恩爱20几年，程玲玲倒是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对儿子君飞，他不是不疼爱，只是他太忙了，没有那么好的耐心。以前师父还在，师父疼爱孩子，他乐得当甩手掌柜，在妯娌面前他会说几句嫌弃儿子的话，但在外人面前他是夸儿子的，以儿子为傲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咱们也老了。程玲玲感慨得道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我们家君飞，我总觉得还是那个爱哭猫，调皮鬼，转眼间都可以娶老婆了。那小子怎么不爱贝贝呢？我很想让贝贝给我当儿媳妇的，海童也不反对，只说由着年轻人自己发展，顺其自然。若自由发展，就发展成了兄妹。穆晴笑道，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君飞对贝贝只有兄妹之情，咱们有什么办法？况且君飞真爱上了贝贝，也未必能抱得美人归啊。苏猛从小就盯着了，一直守护着贝贝成长，人家守了20年，肯让君飞去摘桃子。刚刚你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不必操心太多呢。君飞和贝贝有缘无分，他的正缘还在等着他去寻找，咱们等着吧，总有一天君飞会带个女孩子回来见你的。孩子们也还小，不着急婚姻大事。程玲玲笑道，说的也是，不用着急，一个个才20出头，还年轻得很。龙庭30好几了，才该是着急的那个。也不着急，他有初九呢。在我心里，初九早就成了我的徒儿媳妇。穆晴笑，妍妍刚才也和我说，叫我放宽心，说初九是我的儿媳妇。跑不掉的龙庭现在就是不敢结婚，怕他有个3长2短。真想结婚了，我相信他能说服初九接受他们的。关系转变，初九这孩子太死板了，一板一眼的，咱们这些长辈都说不了他。亏得他疼爱那几个妹妹，妍妍还能说服他。妍妍忙呢，不可能经常关注哥哥的人生大事。龙庭打一通视频电话向妹妹求助，都被妹妹说了一顿，嫌弃的不行。
妯娌俩在山庄里逛了半圈，两人就要出门了。有人花重金请程玲玲去某医院给一个病人做大手术。程玲玲出门后是直奔机场的，距离远，她需要坐2个多小时的飞机赶过去。做完手术后再坐飞机回 A 市。军琴说了，今晚带她出去吃饭。夫妻俩很久没有出去浪漫过了，如今孩子大了，不会再当跟屁虫，只要夫妻俩有空，都可以享受一下两人世界的甜蜜。穆晴则去了他的总店，那是他和叶君博练琴开始的地方。这么多年了，那家店依旧在经营，属于 A 市最老的咖啡店之一了。没想到杨希也在，2个人在店门口碰上了。晴晴，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！我想着过来看看的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20几年的岁月并没有在杨希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，两人都保养得极好，又化着淡妆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20岁。穆晴笑着挽上好友的手臂，要不咱俩怎么会成为好闺蜜呢？穆总、杨总、店长以及服务员们看到2位创始人一起走进来，连忙问好。对于2位创始人几十年交情如一日，他们羡慕得很。2个人如今都是本市最尊贵的贵妇人了，还是那般的接地气，也会经常回店里看看。这里有他们年轻时的太多美好回忆，不管是穆晴和叶君博，还是杨希和欧阳玉，他们的爱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大家早上好。穆晴笑着回应众人的问好。店长刚给大家开完早会，2位老总来了，他亲自招呼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们忙，不用管我们想要什么，我们自己会去拿。杨希让店长只顾忙他的，不用管他和穆晴。这是他和穆晴合伙开的店，虽说嫁入欧阳家当大少奶奶后，他慢慢的就不再亲自经营店里的生意了，但是店里的变化他都知道，店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他和穆晴都还熟悉得很。店长笑着，我们就是先擦擦桌子，这么早，暂时还没有客人，我先去给你们煮杯咖啡吧。2位老总经常回自己店里喝咖啡，他们的喜好店长很清楚，只要看到2位老总来了，他都亲自给2位老总煮咖啡。麻烦你了，店长说道。穆总，你别这样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2位老板都是平易近人，哪怕嫁入了豪门，也从不摆豪门太太的架子，对他们这些老员工像朋友像家人一般。等店长去给他们煮咖啡了，2人才闲聊，先是聊了一下生意上的事，然后又聊聊儿女。杨希问起他的准儿媳妇妍妍最近都很忙吧？我都好久没有看过她了，我叫阿浩接妍妍来我家里吃顿饭，叫了几个月了都没有见她接妍妍回来吃饭。杨希与欧阳玉唯一的儿子，大家一直叫他小欧阳，人家是有正经名字的，大名欧阳浩，不过大家提到他还是习惯叫他小欧阳。欧阳浩总是吐槽，觉得自己那么优秀了，还是活在父亲的阴影下，还说他爸也没有多厉害啊，万年老二一直被他未来老丈人压着呢。闺女就是个工作狂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我这个亲妈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不早一点起来都见不到他一面呢，叫他不要那么累，早点回家，他总说没有办法早回家。穆晴叹着气，给他铺好的阳光大道，他不喜欢，非要挑担子，我和他爸可心疼了，是要叫妍妍别那么累，有什么事就让阿浩去干，他皮粗肉厚的不怕累。阿浩也忙呀，他现在打理着你们欧阳家的生意，你以为他很轻松？欧阳玉早早就退休了，我们家君博都还挂着董事长的名头呢，有时候还会管一管公司的事。欧阳玉却是在儿子能接班后，马上就退休，彻底不管公司的事了。他说他退休了，公司交给儿子打理，能经营好，说明儿子是有真本事的，经营不好，让公司老是亏本，那就是儿子的本事不到家。反正他到了退休年纪就要退下来，
好好陪老婆，安度晚年。儿子再怎么败家，总不能败光欧阳家的所有家产吧？还好，事实证明欧阳浩是个合格的接班人。他和君言因为生意上的事经常见面，但要是说下了班接君言回欧阳家吃顿饭，那还真的要提前安排，君言才有时间。两人是大家默认的一对儿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又是一起读书，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是同学。两家长辈都希望他们能从校服到婚纱，幸福美满一生。我说欧阳，叫他再撑几年，不用儿子那么累，总要让儿子有点时间恋爱呀。他不听呀，说他当初也是打理着公司，照旧能挤出时间来追求我，说什么阿浩是他的亲生儿子，肯定也能像他一样，一边打理着生意一边追妻的，还说阿浩比他好多了，至少阿浩喜欢的人是妍妍。两人真正的青梅竹马，不像他还受过情伤。慕情笑道，他竟然还会提起他曾经的白月光呀，我以为他早就忘了。怎么说都是曾经的白月光嘛，虽然不爱了，还是会记得人家的名字的，他提起又如何？他后来爱的人是我，嫁给他的人也是我，我嫁给他几十年了，他对我的好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我们还有个优秀的儿子，生活幸福美满，我还得感谢他的白月光不嫁他之恩呢。那是谁都会有过去，咱们往前看，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两个当妈的聊完了孩子，又聊一下哪里新开的饭店，饭菜还不错，他们有空可以去尝尝鲜。X 省 H 市龙腾集团的门口停了一辆白色的宝马，龙若雨靠在宝马的车后，今天的她穿着一袭红色的裙子，与白色的宝马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亮眼得很。她在等叶龙庭，时不时龙若雨就抬手看一看她戴着的腕表，这个点叶龙庭怎么还出现？难道他今天不是先回公司？龙庭还真没有直接回公司，他本来是要回来开会的，因为重要的客户提前到了，他临时改变了行程，将会议推后，先去康阳大酒店见客户。龙若雨在龙腾集团门口等他，自然是等不到的，等得有点不耐烦了。龙若雨再次走到保安室的那个窗口，问着值班的保安，保安大哥，你们叶总今天不回公司吗？他都等了老半天，为了能见到叶龙庭，他特意大清早起来，早早就来到这里等候着。他知道叶龙庭以往都是早上7点55分到公司的，他这个大总裁时间观念很强，8点钟上班，他一般都会提前到，鲜少会迟到。值班保安答道，叶总的行程我们哪里能知道，他回不回公司我们也不清楚，就是公司里的很多管理人员都不知道老板的行程呢，更不要说他们只是保安。龙若雨一噎，也是叶龙庭神秘得很，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就算能见到他了，他又戴着黑色的口罩，黑色的墨镜遮挡住他的真容，至今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叶龙庭到底长什么样，是帅还是丑，想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他祖父2辈人都在找的那个人更难。那能联系一下叶总的秘书吗？值班保安忍不住笑，龙小姐，你觉得我们当保安的有那个资格吗？我们就是看大门的，真不是想联系谁就能联系谁的。龙若雨经常来龙腾集团，总想见一见叶龙庭，龙腾集团的保安队人人都认得他的，知道他是龙氏家族代理家主的宝贝女儿。龙小姐，你还是请回吧，我们叶总估计是不回公司，就算回公司，叶总也不会见龙小姐的，公司里那么多的人都很难见得到老板的一面呢。龙庭只要回公司，他都是有专属的绿色通道，专属的电梯，除了值班的保安能看到他开车进来，公司里的其他人就挺难看得到他的了。周总就容易见到，
但周总也喜欢和老板一样，天天戴着个口罩，周总自己说的，不戴口罩，他的麻烦会很多。